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厉元义先生的《零压力减少内脏脂肪的饮食方法》一书。近年来，由于疫情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在健康检查中发现异常指标，主要原因是由于减少外出导致的运动不足，导致居家期间的饮食量和饮酒量增加。为了解决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本次推荐的书籍中获取有用的知识。今天要介绍的视频内容如下：第一，那样的减肥是无效的，正确减少内脏脂肪的方法；第二，科学有效的3种降血糖饮食方法；第三，罐装酒是恶魔的饮料，3种不易堆积内脏脂肪的饮酒方法。在这本书中，作为肝脏专家的作者介绍了许多零压力减少内脏脂肪的饮食和饮酒方法。没有什么像每周休肝2天或每天1瓶啤酒适量这样缺乏科学依据的健康建议，而是根据科学研究推荐的最佳饮酒方法。请务必坚持看完。现在我们就开始吧。第一部分，那样的减肥是无效的，正确减少内脏脂肪的方法。每次照镜子看到自己凸起的大肚子，有些人可能会感到沮丧。这个突出的肚子其实是内脏脂肪。无论男女，随着年龄增长，内脏脂肪会逐渐增加，尤其是过了30岁后，需要特别注意。内脏脂肪易于堆积的原因之一是基础代谢的下降。30多岁后，肌肉开始衰退，基础代谢也随之减少。基础代谢是指为了维持生命所消耗的能量，一旦它减少中性脂肪，就不容易燃烧，多余的脂肪会逐渐积聚在腹部。看到凸起的大肚子，很多人可能已经尝试过各种减肥方法。有些人通过运动来燃烧脂肪，有些人通过饮食限制来减少内脏脂肪。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管多么努力，内脏脂肪都很难减少，导致许多人半途而废。为什么我们无法减少内脏脂肪呢？实际上，问题在于减脂的顺序。根据本书的说法，要减少内脏脂肪，首先要从减少脂肪肝开始。为了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先来看一下脂肪堆积的顺序。当摄入过多糖分并且缺乏运动时，最先堆积的是皮下脂肪。皮下脂肪指的是位于皮肤下方的脂肪，比紧贴内脏的内脏脂肪更靠近身体表面。当皮下脂肪过度积聚时，接着会开始积累内脏脂肪。然而，我们身体的脂肪积累机制远不止于此。实际上，当内脏脂肪也达到饱和时，随后会在内脏器官和肌肉内积聚异位性脂肪。特别需要关注的异位性脂肪包括肝脏内的脂肪。在健康的肝脏中，异位性脂肪通常占整体脂肪的3%到5%，但一旦超过20%，就可能诊断为脂肪肝。脂肪肝因无自觉症状而难以察觉，若进展，则可能导致肝硬化或肝癌。肝脏在身体新陈代谢中扮演关键角色，脂肪肝会导致肝功能下降，进而影响头部和酒精的代谢功能。肝脏代谢减缓，导致身体消耗的能量少于摄入的能量，促使更多异位性脂肪积聚。当肝脏恶化时，便会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为了打破代谢减缓的恶性循环，首先需减少体表内脏脂肪之前，必须先减少深层肝脂肪。那么，如何才能减少这些肝脂肪呢？据作者称，对于肝脂肪，仅需约1周的时间即可治愈，且无需进食或卡路里限制。作者建议只需减少约15%的主食摄入量，如米饭、面包和面条等。这一简单措施就能显著减少脂肪肝的症状。这是所谓的小糖分限制。马铃薯、甘薯等类的地瓜也含有大量糖分，所以喜欢吃地瓜的人，即使是减少这些食物摄入量，也会有效果。另外，每天喝果汁或吃零食的人，仅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入量也会有益处。关于脂肪肝治疗，建议男性每日摄入糖分不超过250克，女性不超过200克。一碗饭大约含有55克糖分，所以200克的目标并不是难以实现的数字。与此同时，像肉类、鱼类、奶酪和蓝莓这样糖分较少的食物，可以随意食用，而不必担心卡路里问题。根据厚生劳动省和农林水产省
制定的指导方针。日本人一天总热量摄取的60%来自糖分。对于现代人来说，确实减少主食可能有些抵触情绪。然而，本书作者认为，政府制定的指导方针从医学角度看存在不平衡。实际上，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比例为5:32最为理想。此外，作者指出，为了减肥目的将糖分减少到50%以下，反而对身体不利。建议按照每日200克到250克的合适量摄取，同时注意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的比例为5:3。另外，有些人可能担心减少主食会增加肉类和油脂摄入量，从而增加总卡路里摄取量。然而，请记住，本个频道多次强调，应关注的不是卡路里，而是糖分。为什么高热量的肉类和脂肪是可以的，而面包、米饭等碳水化合物却不行呢？关键在于胰岛素这种激素。正如您所知，胰岛素是调节血糖的重要激素，其作用是降低血液中的血糖浓度。当我们摄入高糖食物时，它会在小肠内将食物分解成葡萄糖，并迅速吸收，导致血糖水平升高。接着，胰腺会释放胰岛素以应对这种情况。大量摄入糖类会导致胰岛素大量分泌。令人担忧的是，胰岛素通过将血液中的糖转化为脂肪，并存储在细胞内来降低血糖水平。因此，大量摄入糖类会引起大量胰岛素的释放，这意味着大量的糖将被转化为脂肪并积累起来。此外，科学已经证明，胰岛素的分泌与摄入的糖类成正比，而与摄入的热量无关。例如，摄入3个饭团和1罐咖啡后，血糖水平在1小时内可能会上升约150毫克每分升。显然，这会引起大量胰岛素的释放，导致糖类大量转化为脂肪。相比之下，摄入同样热量的沙朗牛排会有何反应呢？3个饭团和1罐咖啡的总热量约为600千卡，相当于约440克的沙朗牛排。如果您曾在牛排馆用餐过，可能会知道440克的沙朗牛排已经相当丰盛了。然而，实际上，即使摄入这么多牛排，血糖水平在1小时内的上升仅约为30个单位，远低于3个饭团和1罐咖啡的120个单位。从这些事实中可以明白，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糖类而非热量。希望你已经理解热量并非问题的重要性。接下来第2部分，科学有效地降低血糖值的3种饮食方法。在第1部分中，我们解释了为了减少内脏脂肪，首先需要减少肝脏脂肪，而这只需要限制糖类的摄入。然而，仅仅限制糖类摄入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在饮食方式上做一些小的调整。通过这样做，可以更有效地减少内脏脂肪。将总结出3种有助于有效减少内脏脂肪的饮食调整方法。减少内脏脂肪的饮食调整方法之一是调整进食顺序。为了避免内脏脂肪的积累，最重要的是要防止血糖值急剧上升。当血糖值急剧上升时，胰岛素会大量分泌，将糖分大量转化为脂肪，容易形成内脏脂肪。为了防止血糖值上升，最重要的是控制糖类的摄入，但实际上进食的顺序也能有效控制血糖值的上升速度。进食时，首先应摄入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可以延缓肠道对糖类的吸收。先吃膳食纤维能够使血糖值缓慢上升。膳食纤维不仅存在于蔬菜中，还大量存在于海藻和蘑菇类食物中。接下来应摄入肉类、鱼类、鸡蛋、大豆制品等蛋白质。最近的研究发现，通过摄取蛋白质分泌的肠促胰素能够减缓胃内容物进入小肠的速度，这样可以缓慢吸收胃中的糖分，从而抑制血糖值的急剧上升。米饭和面包等主食应在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和蛋白质后再吃，这样不仅能防止血糖值急剧上升，由于已有一定的饱腹感，还能防止过度饮食。减少内脏脂肪的饮食调整方法之2是调整进食时间。总的来说，大家都知道深夜进食容易发胖，这与我们的生物钟有关。晚上22点到凌晨2点期间，我们体内一种叫 BMAL1的蛋白质会变得活跃，
BMAL1 是一种调节我们生活节奏的蛋白质，同时也被发现具有促进脂肪细胞生成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在 BMAL1 活跃的时间段进食，会生成更多的脂肪；反之，如果在 BMAL1 不活跃的时间段进食，效果会更好。答案是肯定的。BMAL1 最不活跃的时间大约是下午2点，因此在10点到19点之间进食是最理想的。此外，研究表明，脂肪燃烧的生长激素在22点到凌晨2点之间大量分泌，这与 BMAL1 的分泌规律相似。如果在这段时间内胃里还有食物，生长激素的分泌会减少。因此，为了增加生长激素的分泌，促进脂肪燃烧，最好在19点之前完成进食，确保在22点之前完成消化。总之，最佳的进食时间是从早上10点到晚上19点。从进行16小时断食的角度来看，这段时间非常值得注意。减少内脏脂肪的饮食调整方法之3：燃烧脂肪的3种小吃。为了促进脂肪燃烧，有些人可能会忍住不吃他们喜欢的零食。有一个好消息，实际上有些零食有助于促进脂肪燃烧，例如高可可巧克力。研究表明，高可可巧克力可可含量70%以上，有助于减少内脏脂肪。高可可巧克力富含植物性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可以缓慢提高血糖水平，从而减少脂肪堆积。高可可巧克力中富含抗氧化物质可可多酚，这也是其重要之处。可可多酚进入体内后，有助于调节胰岛素作用，使血糖更容易降低。此外，已知它还直接促进脂肪燃烧的效果。但要注意，食用过量反而可能导致糖类摄入过多。因此，建议在早餐、午餐、晚餐前以及上午、下午的零食时，每次吃5颗为宜。另外，蛋白棒也是促脂的强有力帮手。根据推荐，每天所需蛋白质量大约是体重乘以1克。例如，70公斤的人需摄取70克蛋白质。市售的蛋白棒通常含有20克蛋白质，同时还富含维生素等营养素。由于要控制糖类摄入量，选择适合促脂的零食至关重要。购买时请务必检查糖类含量。此外，高可可巧克力和蛋白棒等零食的搭配最好再加上绿茶。绿茶中的营养素中，首先要注意的是其苦涩成分，儿茶素属于多酚的一种，具有减缓糖类吸收的作用。绿茶还富含除儿茶素外的抗氧化维生素，如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以及促进糖类代谢的 B 族维生素。绿茶在餐前饮用，有助于抑制血糖上升和脂肪合成。另一方面，苦涩和儿茶素能增加饱腹感。从防止过度进食的角度来看，餐后也喝一杯绿茶是有效的。在开始大吃特吃之前，先喝杯绿茶稍作休息吧。我强烈建议您把绿茶纳入日常饮食中。第3部分，罐装酒是恶魔的饮料，3种不易堆积内脏脂肪的饮酒方法。喜欢喝酒的朋友们虽然想要减肥，但是要忍受不喝酒的痛苦吗？其实无需如此担心。根据本书的内容，即使在享受美酒的同时，也可以减少内脏脂肪的积累。关键在于选择适合的酒类和搭配小吃。在这部分内容中，我将分享一些有助于减少内脏脂肪的饮酒技巧。内脏脂肪不易积累的饮酒方法1：控制饮酒时机。大家平日里肯定不会在工作日的早上就开始饮酒，但在休息日，也许因为睡懒觉到了中午才起床，然后就开始饮酒，忘记吃早餐或午餐的人也许不在少数。然而，空腹饮酒对内脏脂肪并不友好。为什么呢？因为刚醒来的身体处于饥饿状态，会快速吸收酒中的糖分，导致血糖急剧上升，增加内脏脂肪的积累。因此，即使在休息日饮酒时，也务必确保先吃过早餐或午餐再开始。此外，从保护胃肠的角度看，建议在饮酒之前先吃点东西。空腹饮酒会导致宿醉或胃黏膜受损，因此在饮酒前摄入一些乳制品或奶酪等蛋白质是不错的选择。内脏脂肪不易积累的饮酒方法之2：选择不易发胖的酒类。您知道吗？酒类中有些容易导致发胖，而有些则不容易。
一般来说，容易导致发胖的酒类通常较甜，相反，不易发胖的酒类多为零糖分的蒸馏酒。据书中提到，特别是酒精度超过9%的罐装酒被称为魔鬼的饮料。最近在家里喝酒的情况越来越多，不再需要担心关店时间或末班车的问题，因此有人可能会一直喝到深夜才停下来。然而，从晚上10点到凌晨2点是促进脂肪细胞生成的 BMAL1 活跃时间段，因此最好在这个时间段前结束所有的饮食摄入，包括酒类在内，并制定自己的饮酒规则。此外，不仅在饮酒时，酒后的处理同样重要。为了避免果糖转化为脂肪，最关键的是在结束饮酒时不要进食。虽然酒后吃拉面或茶泡饭确实美味，但这两者都是主要的碳水化合物来源。晚间摄入过多的碳水化合物会转化为脂肪，堆积成内脏脂肪。另外，晚间食用高盐分的拉面可能导致血压升高，对高血压患者尤其需要特别注意。这种酒精量相当于3杯威士忌加冰的量，仅一罐500毫升的饮料就会对肝脏造成相当大的负担。此外，罐装酒为了增加口感，通常添加了大量的添加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果糖和玉米糖浆等甜味剂。此前，这个频道总结过畅销书《果糖中毒》。果糖因其快速吸收的特性，在糖类中排名靠前，导致血糖急剧上升。对于希望减少内脏脂肪的人们来说，是最大的敌人。除了甜味剂外，罐装酒中还充斥着大量有害的食品添加剂，如防腐剂、着色剂等。此外，罐装酒所使用的酒精安全标准也存在质疑。市售的廉价罐装酒通常使用蒸馏酒、利口酒和甲醇类，但它们使用了来源不明的劣质粮食，对身体的不良影响尚不为人知。令人棘手的是，这些劣质的蒸馏酒因其容易饮用的特性，使得人们很容易过量饮用。这些饮料采用了连续蒸馏法，生产成本低廉，因而酒精纯度高，口感较为温和。罐装酒往往容易导致人们在家里过量饮用，对肝脏造成的损害可能被人们低估而深刻。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探讨了不宜饮用的酒类。接下来，让我们介绍一些不容易导致发胖的酒类。正如之前所述，不容易导致发胖的酒类通常是零糖分的蒸馏酒，其中最为不容易导致发胖的酒类之一是威士忌。威士忌是由谷物经过酵母发酵后，再经过蒸馏和陈酿而成。蒸馏过程中会去除糖分等杂质。推荐的威士忌饮用方式是兑苏打水，因为苏打水的碳酸能够更容易地获得饱腹感，帮助控制饮酒量。此外，碳酸还有助于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使酒精更快速地抵达大脑，带来宜人的醉意。对于不喜欢碳酸的人来说，在寒冷的夜晚，温酒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由于酒精在体内吸收速度较慢，温酒比冷酒更容易让人感到醉意，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为了享受少量酒精的满足感，建议选择高质量的威士忌并温暖的饮用。内脏脂肪不易积累的饮酒方法之3，是选择不容易导致发胖的小吃。为了享受酒类而不增加内脏脂肪，选择糖分少的酒类并搭配富含蛋白质的小吃至关重要。增加蛋白质摄入量有助于增加肌肉质量，提高基础代谢率，并最终促进脂肪燃烧。作为富含丰富蛋白质的小吃选择，特别推荐的是毛豆。毛豆不仅富含蛋白质，还富含丰富的食物纤维，几乎不含糖分，但要注意避免摄取过多的盐分。如果在家煮毛豆，建议减少盐的使用量。另一方面，作为配酒的小吃，应避免选择含有大量糖分的食物，如炸薯条、面食或水果，需谨慎选择。此外，吃小吃的顺序也非常重要。通常在正餐时，建议先摄取食物纤维，然后是蛋白质和糖分，以有效控制血糖水平。但在喝酒时，摄取小吃的顺序有所不同，建议先摄取蛋白质，然后是食物纤维，这有助于调节血糖水平，尤其是在享用酒类时更为重要。
通常在正餐时，食物纤维先摄取的原因是它可以减缓糖分的吸收速度，但在酒席上摄入的糖分通常较少，因此在选择小吃时，优先选择能促进脂肪燃烧的蛋白质，而不是延缓糖分吸收的食物纤维，对减少内脏脂肪更为有效。除了毛豆外，作为富含蛋白质的小吃，生鱼片也是推荐的选择。生鱼片不仅富含蛋白质，还含有优质油脂如 DHA 和 EPA。如果配上富含食物纤维的海藻作为配菜，更有助于减少内脏脂肪的积累。建议您尝试实践这些方法。本书从健康饮食的精准视角出发，涵盖了异位性脂肪、BMALE 等平时较为陌生的主题，内容非常有价值。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